这棵巨峰葡萄开花了，上边结满了花穗，是不是离成功就只剩下一步之遥了？看着一串一串的，花开的早的小葡萄都已经结出来了，开的晚的上边的花还正旺的时候。关注我们频道的朋友可能还记得，我是在2年前的时候用枝条扦插成活了5颗巨峰葡萄。当时呢，成活之后，在入冬的时候，我是把其中的4颗长得比较好的葡萄放在了户外的冷棚里边过冬，把其中1颗长得不太好的放到车库里边。结果是4颗放在冷棚里边的呢，都冻死掉了。放在车库里边那颗幸存下来，这一颗呢，就是当时放在车库里边那颗存活下来的。看看这边靠南生长的这根枝条，上边挂的葡萄更多，都已经快把这个支撑的立柱给压弯了。再从下边来看一看，这密密麻麻的挂满了开了花的葡萄。当初是因为我这个地方巨峰葡萄越冬实在是太困难了，尤其是对于小苗，种了几次都是在冬天的时候被冻死了。后来呢，一度是觉得不跟巨峰葡萄较劲儿了，种了几颗本地葡萄，结果没想到这颗放在车库里边保存，后来盆栽的巨峰葡萄现在是丰收了。这可以算是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吧。在户外种巨峰葡萄，自己能控制的因素实在是太少了。后来就选择了盆栽。盆栽的话呢，冬天太冷了，就放到车库里边保存就行了。然后照顾的也比较细致，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成功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不过也不能高兴得太早，这离9月份成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呢，中途还得防虫防菌。我这地方呢是经常下雨，空气潮湿，所以像山楂呀、葡萄这些，经常都遭受真菌的感染。看看现在这个叶子上边又已经有斑点了，这就是真菌感染的痕迹。我一般处理葡萄呢，主要是以硫为基础，这也是比较有机的除真菌的方式。后边呢，可能还会再用一些生物除菌剂。现在看着叶片上斑点的痕迹都已经干了，这应该是已经死掉的痕迹。等到葡萄花谢了，坐住果实之后呢，我再稍微的给处理一下。这葡萄啊是白粉病、双霉病特别严重，尤其是像巨峰这种非本土的品种，更是容易生病。所以你不管它的话，它是绝对长不好的，全都被病害给侵蚀了。然后后边呢还会有日本甲壳虫，也是非常非常喜欢吃葡萄的叶子，到时候也要用除虫菊酯加上苦楝油来给它处理一下。还有像这些葡萄的须须都是特别耗费营养的，我们见到的话就及时的给它剪掉。其实要不然说菜园里边的活呢是永远都干不完的，没事的时候比如出来剪剪这些须子，你可能剪完之后过2、3天又长出一批来，所以老是得处理。还有就是像这种葡萄，它一串结的花穗太多了，可以把根部的1、2串给它稍微的修剪掉，这串剪掉。然后还有头部的地方也是太密了，可以适当的给它剪掉一下，这儿再剪下来。还有这须须也是到处都是。像这颗巨峰葡萄，我是留了几条侧枝，花盆里边用4个木棍给支撑起来的，然后每条侧枝都绑在了这个木棍上。我最后呢是想让这每一条侧枝都长到木棍大概顶上的时候再给它打顶。现在再稍微等一等，这种主干呢就先不打顶了，这种就主要先把这些须须给剪掉，然后过些日子可能1、2周吧，再把这顶部给它去掉。然后打这些须须的同时呢，看到这些小侧芽也都给它剪掉，这个须须剪掉，这种侧芽给它剪掉，这种葡萄花穗也稍微剪掉一点，这是下边的这一个剪掉。这儿其实根部的地方还有一个长得比较大了，这种也不要了。其实每串葡萄上边的这种花穗很多，最后能结很多的葡萄，所以最后肯定是要拥挤的。像这一串就直接剪掉了。像这种下边的结了葡萄的这种侧枝，我后边会留几片叶子，可能是3到5片吧，然后就会把尖儿给它掐掉。这种的处理方式和这种主枝是不太一样的。像这边这条侧枝上面也是结了2串葡萄，先给它梳一下花，这上面剪到2条，这上边呢这个剪掉，然后再看这顶端，这有2个头长得太密了，剪掉一个，另外一个呢再给它梳掉一点。这样的话就宽松很多了。这边的这个也是把头的地方稍微剪掉一点。像这串葡萄，这儿有一串花絮，感觉长得不怎么好，给它去掉了。然后这个去掉。其实仔细看呢，这长得比较靠下的这种上边也没有葡萄，
这种呢就直接剪掉了。然后这上面是有冬芽，明年的时候冬芽的地方可以继续发芽。这边也是给它剪掉，继续剪掉。像这种小枝呢是完全没用，留着就是消耗营养。这葡萄盆栽或者是让它地栽爬那种很矮的架子还是很有好处的，因为操作起来特别方便，像这种修剪就特别容易。我以前有2颗大的葡萄是让它爬架的，结果是爬得太高了，长得太长了，最后呢修剪或者是维护打药什么的都非常的烦。这边的这个尖儿呢，回头还得给它绑一绑，把它绑到旁边的这个主干的支柱上面去。我这盆葡萄呢，等过一阵儿这些葡萄粒儿膨大起来之后，可能还得再疏一次果，因为这个小盆里边结的葡萄的串数实在是太多了。不过这种盆呢，我也是经常会给肥，之前给了10%的肥，外加上不少的鸡粪肥。后边呢，每隔1、2周我再给它一些鸡粪肥，或者是再浇一些叶肥。反正是别看它盆栽盆小，它的营养比地栽一点也不会少，只会更多一些。像这根部，它有些地方长出来的就是特别小的小串，这种就直接的剪掉。像这种呢，就长得一串还挺多的，其实也没必要保留，就剪掉就行了。还有就是像这个分支，它这一个小枝上面其实已经长了3串葡萄了，这儿有一串长得比较好的，这边这儿还有一串，然后这个地方再长出这一串呢，我就不留着它了，太多了。然后顺便把尖儿也给它掐掉。这是我第2盆的飓风葡萄，这一盆呢跟刚才那一盆用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策略。这一盆中间只用了1个立柱，然后把它绑在立柱上，我让它一直往上爬，等爬到顶上之后呢，就把尖儿给它掐掉。将来呢，就让它留侧枝，让它侧枝挂果。比如像现在这一条，这条呢，我就可以把前边的这尖儿给它打掉，这样的话就留这串果。等到明年这些葡萄长大了之后呢，让它挂果，就是用这样的策略，让两边长出很多的这种小的侧枝来，让它侧枝上面挂果。像这种下边长出的枝条就完全不要了，还有像这种也都是剪掉。这颗葡萄呢，明显是比刚才那个要小得多，而且上边挂的果实也很少，就只有4串。这个的主要原因呢，其实是因为这颗葡萄是当初冻死的那几盆葡萄里边，后来又从土里边根部发出小芽点，当时以为冻死了，后来过了很久之后呢，其中2颗，包括这一颗又重新发芽了。当时是用的小盆，是有2个滋芽了，其中有一个呢，没过多久就被兔子又给我啃掉了，然后后来就再也没活过来。这一颗呢，万幸没被兔子啃掉，这也算是历经了苦难，最后终于修成正果吧。今年呢，先结2串果实尝一尝，等到明年的时候，应该就和刚才那一盆一样，就可以发力长很多了。像这些没挂葡萄的侧枝，我前面就给它打掉了，大概留几片叶子，这些芽点也都不要了，给它剪掉。再把这些侧芽打一打，把须打掉，然后留几片叶子，把尖儿都给它剪掉。这葡萄树后边呢是3棵盆栽的花椒，看看这花椒上面都结了好多的这种小花椒了。秋天的时候，这一盆红红的，也还是挺漂亮的。这棵上面也是，这还是刚开花的样子。这边我的堆肥堆去年种土豆的盆土倒在这儿了，结果里边有小土豆，今天发芽了。看现在已经长这么大，都已经开花了，估计再过一阵子，下边堆肥堆里边也能收出土豆来了。这是盆栽葡萄下边用种子种植的一小盆花，看看这花盆里边全都是葡萄花谢了之后落下来的这种小小的花瓣。再看这喜人的葡萄花穗。再来看一下去年种植的这几棵本地葡萄品种的现状。这几棵本地葡萄呢，前边的是尼亚加拉有4颗，后边的2颗是埃因赛特。这几棵葡萄当时是觉得地栽飓风葡萄冬天的时候总是被冻死，后来就想着种几棵本地葡萄，这样的话更容易一些。看这棵是尼亚加拉，这种成熟后是那种黄绿色的葡萄品种。这种葡萄呢就特别的抗冻，冬天像去年的时候是小苗种在这儿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没有做任何的保护。而且去年的时候，其实这几棵葡萄我是没有怎么照顾的，施肥啊、什么维护啊都很少。像这上面的架子也是前一阵子才刚刚给整理好，现在还是松松垮垮的，因为前面还有一些坏掉的零件还没来得及修呢。还有现在这儿看起来目前是挺好的起来的垄，这都是春天的时候重新把土堆上来弄的，因为原来栽种的时候这地太平了，土的肥力还有保水性都不是特别好。前一阵子呢，把滴灌也给它装在这儿了，昨天开了1夜的滴灌，看看现在这地都已经湿透了，后边葡萄应该是能发力生长了。这棵葡萄现在可以看到上边长了不少的枝条和叶子，还有果实，中间有一段是空的，这些其实是当初春天的时候因为倒在地上，经常的在地上摩擦，所以那些芽点给不小心碰掉了。后来终于给它挂起来，挂在这枝头上呢，长得就好了。下边是后来重新又冒出来的，像这些长在下边的就不要了，直接剪掉。像这边这条枝条是那种明显的土长枝，长得特别快。这儿还有2串的小葡萄，我也没必要保留它了，直接给它剪掉吧。然后上边就好说了，就跟刚才盆栽一样，把这些尖儿啊，还有须须都给它去掉，这种去掉一些须须，然后尖儿的部分给它截掉。另外的这一侧也是把这些芽去掉，这些须子还有尖儿可以给它打掉。像这种把须须给剪掉了之后，还得用绳子在铁丝上稍微绑一绑，不然的话一刮风该到处晃动了。像这种地栽的，它这些须须就特别的强壮，因为老是刮风，它这些须须需要自己抓在这些铁丝上牢固。看这上边是结了几串葡萄，后边就重点把这几串葡萄给保留下来了。这葡萄和葡萄中间空地上面种的一点香菜，前一阵子还长得特别的水灵，这才过去2周的时间就已经抽苔了，有点要开花的样子了。这是第2棵，这也是前一阵子刚刚才给绑到铁丝架上面的，让它好好生长。前一阵子都是散落在地上的。看看这种没有好好照顾的葡萄，跟刚才盆栽的飓风葡萄比起来，还是差距挺大的。看看它上边也是结了不少的葡萄的花穗，但是明显就是要小多了。这将来长出葡萄来也是比较小串的，还是一样，这种靠下的就不要它了，这种芽子直接就掰掉了，这颗也不要了。像这些上边都有小葡萄也都不要了，这些剪掉。这一串还可以，也不要了，太靠下了。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比较靠上的呢，这一个就保留下来了。这儿还有一个小芽，直接掰掉了。我这些葡萄呢，最后是想给它培养成这种一条主干上去，然后有一条向右的沿着这个铁丝，一条向左的沿着这个铁丝，然后再到上边也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这样的话，等结葡萄呢，就让它这种分支上边再出来的枝条来结葡萄。这样的话，将来管理起来，或者是看起来也漂亮一些，管理起来容易点。前面这2棵还是尼亚加拉，这2棵是因为爬在这个架子上呢，抓的比较牢固，没被风吹下去，所以上边的枝叶长得就更旺盛一些，上边挂的葡萄也会更多一点。看看。这个待会儿也把下边的枝条稍微处理一下，把须须还有一些尖儿也稍微的整理整理。前面的这棵看看也是更茂盛一些。前面的这2棵呢，就是另外一个品种了，埃因赛特，这种是紫红色的葡萄品种。这一棵呢长得特别小，是因为去年的时候被鹿给我啃过一次，几乎啃光了。然后今年又从下边新发出来的这些枝条长了好几个。等会儿我给它留一条主干，其他的就把尖儿给剪一剪，或者是就直接去掉了。这鹿的破坏呀，不管是对蔬菜还是水果来说，都是致命性的。像这种果树呢，需要1到2年的时间来恢复。葡萄其实还好，因为生长能力比较强嘛，所以今年应该就能恢复过来了。我回头需要拿一根棍儿立在这儿，把它给扶正，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一条作为主干培养起来，其他的就稍微给它修剪修剪了。
来看这一棵，作为对比的话，这是没有被鹿给啃掉的，同样的品种，然后同样的种植时间，同样的生长条件，看看这一棵长得就是高大了很多。这上边已经爬到最上边的那个铁丝上面了，下边的一些侧枝呢，也是需要再给它修理修理。这是我刚才说的铁丝网坏掉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葡萄爬上去之后，那些铁丝网看起来松松垮垮的。这个等下还得去买零件给它重新修上。一个手拍着视频，一个手拿着剪刀，干起活来还是慢了好多。我等下就先不拍了，先集中精力把这些活给干了。其实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呢，像那边的那一排的西红柿需要给它搭笼子，然后前面的小番茄呢，我们还要搭架子给它，让它能爬高。这边种的这几棵软枣猕猴桃也是需要再给它稍微的修理修理，并且引导一下，让它往上爬，不然的话就乱糟糟的了。这一棵呢，看看有一个枝条自己一个人已经爬到顶上了，长得还挺快的。前面还有一棵，这两棵西葫芦几天没见，长得也挺快，看看下边都有一些小花骨朵了，要开花了。这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要处理这些茄子了。这些茄子看看上边有好多的跳蚤甲虫，又给咬出网格状了。前一天呢是老是下雨，否则的话应该早一点给它喷一下除虫菊酯，加上苦楝油处理一下就好了。否则的话，让这些跳蚤甲虫肆虐，这很快的话上面就都是网格状了。看看这个已经是挺严重了，这就会影响茄子的生长。看这两颗紫色的茄子，情况更严重一些。这种菜其实也是不容易的。首先，你就要有时间来经常的、及时的给它处理；其次就是天气情况要允许。你要是老是下雨的话，你说给它喷一些这个除虫菊酯和苦楝油，效果也不明显，下雨冲就没了。像目前呢，这茄子的现状就是处理的稍微有点晚了，不过处理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处理之后呢，能让它慢慢的就恢复了。这后边的这些大蒜，这是长得比较小的，最后种植的那些。前面长得比较大的蒜苔都已经长出来，看看这些蒜苔都已经抽光了，并且都已经被我们压倒了。再过差不多4周吧，这些蒜就可以收获了。再看一眼这些西红柿，今年是5月10几号的时候才移栽，不过现在长得呢也是比较壮了。晚移栽呢，虽然是收获西红柿晚点，但是比较安全，不至于因为突然的这种倒春寒或者是比较寒冷的天气受到损伤。因为这种种的比较多的话，一旦有损伤，这一大批呀是太心疼了。这蚕豆呢，看起来也快熟了，应该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吃了。这批松花菜呢，我们陆续也是吃掉了一些。看见这一棵长得已经不错了，这些白色的花菜都已经开始往松散了长了，这种就属于比较好吃的，也可以再过2天再吃。今年的这些松花菜呢，它的长势也是挺有特色的，我们是挺喜欢的，因为它会一颗长大了之后，过几天另外一颗才开始长大。看看跟刚才的那个对比，这个就要小很多了。那个吃过之后呢，这个可能再过几天，那也就达到可以吃的程度了。看着到处飞的蝴蝶，看起来是挺漂亮的，可是这些菜呀，又该生毛毛虫了。看看小朋友们摘了这么多的草莓，虽然长得不是特别好，但是味道是非常的好吃的。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我要先去干活了，咱们下次再见。